今天我们要开始讲《三国演义》里头重要的人物刘备三让徐州的故事。这是《三国演义》连环画的第8集。上一集我们讲的是范长安，讲述了董卓的部将李傕郭汜起兵攻入长安，杀死了王允，把持朝政，劫持了汉献帝。本集呢，就是讲述曹操亲自率领大军进攻徐州，刘备呢就出兵援救。曹操因为吕布袭击兖州、濮阳，只好回兵了，没想到被吕布所败。徐州太守呢陶谦几次要把徐州让给刘备管理，刘备就是推辞不接受。最后陶谦死了以后呢，刘备就按照他的遗言答应下来了。曹操领了圣旨，出兵镇压黄巾军，招降了很多人马，就是挑选了其中比较精悍的、比较厉害的一些人马，组成了一个支叫青州军。青州军还是蛮厉害，而且是相当于是他的亲信嫡系部队了。朝廷就加封曹操是为镇东将军。曹操呢又在兖州招贤纳士。有一天呢，颍川人荀彧、荀攸叔侄两人前来投效。曹操跟他们两个人谈论以后，觉得这两个是人才啊，把荀彧和荀攸都任命了些官职。然后呢，荀彧呢又推荐东郡人程昱。曹操早就听说这个程昱是一个名人了，就从深山里头把他恭恭敬敬的请了出来。曹操那时候也是礼贤下士啊。程昱呢又推荐了颍川名士郭嘉，曹操也把他请到这个兖州来了。郭嘉呢又推荐了当时比较有才华、有名气的刘烨。刘烨呢又介绍了满宠吕虔，然后他们都在推荐这些贤才人才济济。这个时候大家都人马都众贤汇集的时候，又来了一位将军，领了几百名兵士来投曹操，等于是像滚雪球一样的，这个能人都来了。这是于禁于禁在后面也会出马的。水淹七军，我记得好像就是于禁被关羽打败的。水淹七军也算是一个人物了。然后夏侯惇又带了一个大汉来了，这个大汉呢叫典韦本来是张邈的部下，竟然还能追赶猛虎很厉害，把他也推荐给曹操了。曹操就让这个典韦来演练一下，你的功夫怎么样？看这个典韦厉害吧？拿着这个双戟，然后舞动双戟，风声呼呼，别人想靠近都靠近不了。然后突然呢，这个他们这个操场上面有一面大旗被风刮得摇摇欲倒，然后好多人跑来，就是想把它推住，都推不住，因为这个杆子还蛮重的，这个旗杆还蛮重的。没想到这个典韦就马上下马了，用一只手就拖住旗杆了，站在大风里头。哇，一看这是天生的神力啊，一名勇将。曹操很高兴马上就把他认了个官还把自己的身上的锦袍脱下，还送了他一匹好马。曹操看自己的势力就越来越强大了，他就派这个泰山的太守叫应绍到琅琊去迎接他的父亲曹嵩这都是在山东境内泰山太守。然后这个应绍呢来到琅琊就找到了曹嵩这是曹操的父亲，把曹操的信给他看。曹嵩呢一看，这真的挺好，
曹操在朝里头当了大官了，一家老小啊，跟他弟弟曹德，一家老小40多个人，还带着些仆人啊，有100多个，浩浩荡荡啊，就往兖州去了。这个时候呢，兖州要路过徐州啊，徐州太守陶谦为人很仁厚，就想巴结曹操了，正愁没有机会，听说曹操的父亲在这个境内通过，那亲自把他迎进城啊，大摆酒宴款待了2天，然后最后曹嵩告辞的时候呢，陶谦亲自把他送到城外，还派了这个张凯，他的一个都尉，相当于他的一个将军啊，小将部将，带领了500名兵士就护送曹操的父亲。曹嵩呢，一家老小这100多口啊，走到这个华费这个地方，当时是夏末秋初啊，很容易下雨呀，然后突然下了大雨，只好跑到一个古庙里头去留宿去了。曹嵩呢，把这个家里的人都安排好了，然后就命令这个张凯啊，他们这些兵士啊，都只能睡在这个走廊这里啊，走廊里头又挡不了雨，然后这些兵士们都衣服都湿了，口出怨言，都觉得很不高兴，埋怨他。张凯看到这个兵士们都口出怨言了以后，就把几个头目就召集在一起了，就商量他们这100多号人啊，拿的钱财也不少，干脆我们把他们全部杀了，把财物抢了，一起去当土匪去，到山中落草啊，当土匪去了。这些人听了都觉得挺高兴的，因为他们在陶谦手下当兵士都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还不如在这里劫他们的财。然后当天晚上，曹嵩和曹德正想睡觉了，结果就被乱兵杀死了，曹德也被杀了，曹嵩呢也没有逃过，也被乱兵搜出来杀了。这个应少呢啊，他是曹操派来的啊，他听到风声了，赶快逃命啊，从这个院墙里头翻出去逃命去了。但是逃命了，他也不敢去见曹操，因为你让他去接曹操的父亲的呀，结果没接到，你要回去肯定会被曹操杀了，他就吓坏了，干脆投奔袁绍去了。张凯呢，就把这个曹操的父亲曹嵩一家都杀了，把财物也抢了，放火烧了古庙，然后带着这500多个人呢，逃到淮南去了，也想发展自己呢，劫了这些财物。应少呢手下有几个兵士呢，侥幸就逃了出来，就把这事情就报告曹操了，回去报告曹操了。曹操就十分伤心呀，老父亲还一家老小100多号人呐，就全被杀了呀。跟陶谦就把陶谦认作是罪魁祸首啊，要报仇，要去杀了陶谦。他立即传令啊，让曹仁啊，一大堆人了，曹仁啊，什么荀彧啊、程昱啊，把他们都安排妥当，然后带着夏侯惇啊、于禁啊、典韦啊出征，要去杀了陶谦。都安排好了以后，带领大军啊直奔徐州，然后路上他还传下命令，如果攻下城池，要把城中的百姓全都杀光，这太狠了。他这个心中的仇恨呢，那是不共戴天之仇啊，杀父之仇啊。然后当天晚上他已经安营歇息了，突然就是陈宫来拜见了。陈宫就是当年捉放曹的那个陈宫啊。曹操一想，陈宫肯定是给陶谦来做说客的喽。本来还想不见的，后来想想爱不过情面，毕竟当初也是救了他的人呢，就把他放了进来。陈宫一见曹操就说：“听说明公要去攻打徐州啊，但是令尊被害是张凯干的，实在不是陶谦的罪过呀，你何必去为难
这个陶谦呢，而且你还要杀光他们的百姓，更加没有道理啊！好言相劝呀、曹操，曹操这个仇恨难消啊，怒气冲冲，看那个飞扬跋扈的样子，说你陈宫当初是丢了我独自逃走的，你现在还有脸来看我？我发誓要把陶谦开膛挖心！哇，你替他说情，我根本就不会听的。陈宫很失望啊，就没办法就走了，也没有脸去见陶谦啊，就只好去投陈留太守张邈去了。他见了张邈以后呢，结果没想到这个吕布也正在这里。哎，吕布还正好也在这里。原来呢，吕布从这个长安逃出来了以后呢，袁术、袁绍都不肯收留他，他就投奔张扬。没想到李傕得知这消息以后，让张扬把他也杀了。他只好带着家眷呢来投张邈来了。陈宫觉得吕布还算是一个猛士啊，便劝这个张邈，趁这个曹操东征，兖州空虚，你去曹操老家了，等于是。张邈也觉得蛮好，然后让吕布和陈宫就去曹操的老家了，趁你出营，攻你老家。然后曹操的大军一路杀奔徐州啊，凡是经过的地方呢，果然是杀的鸡犬不留啊！你看这多惨啊，放火杀人，哎，坏事做尽。陶谦呢，在徐州听到这个消息，仰天大哭啊，都是我不好啊，连累百姓遭此大难啊。这个部将曹豹啊，就说敌军正临近，我们不能束手等死吧？我情愿跟他们拼死一战啊！他想成英雄了，这个曹豹。那陶谦没办法，打吧，那要打，那我们就打吧。然后就出城，看到曹操的兵啊，都穿着校服，看去就像白色的军队啊，就像一层白雪一样。然后还有白旗，写着报仇雪恨呐。然后两边就摆开架势了，曹操就破口大骂呀。但是陶谦呢，就跟曹操行礼，还在这里解释啊。他说我本来想巴结你的呀，所以才派张凯护送，没想到这个张凯呀，见财起意呀，才害得你全家都死了呀。这个事情实在是跟我不相干呀。陶谦使劲在这解释啊，没用啊，曹操才不听呢。曹操在这里说：“哎呀，老匹夫，杀了我的父亲还敢胡言乱语！然后谁去把这个陶谦给我抓过来？老贼活捉过来！”夏侯惇马上就窜出来了，然后陶谦就马上就赶快去退回去了。夏侯惇就赶过来，然后曹豹就来跟他们打起来了。刚想打了，你看正好飞沙走石啊！没想到狂风大作，飞沙走石，眼睛都睁不开，那没办法打了呀！啊！然后两个人就没办法打了，就只好鸣金收兵。你看这个图画的，哇，飞沙走石，沙尘暴啊！陶谦的时候，后来就回到城里头开个大会，说曹操呀，兵力太强了，我没办法打，肯定打不赢啊！我干脆把自己就捆了，我到曹营去，任凭他宰割呀，也好拯救我们百姓的生命啊，这些无辜百姓的生命不能被他残害呀。然后他有一个相当于他的谋士啊，就是糜竺，主张呢向北海的孔融、青州的田楷求援。他说：“你在徐州多年啊，百姓都很爱戴呀，只要防守，就是不出战。等两边的救兵一来，曹操肯定会退兵的。”陶谦觉得还挺好啊，他就写了两封信，然后去求援去了。看两匹快马去求援啊！那个时候诸侯并立，大家都是名义上是朋友，其实都是勾心斗角。糜竺到了北海，就把陶谦的这个信啊交给太守孔融了。这个孔融就是当年孔融让梨的那个孔融啊，也算是个名人了。孔融知道这个曹操兵多将广呀，
有点害怕，不敢去打。但是呢，又想到，哎，突然想到，刘备还算是个英雄人物啊。如果跟他一起去呢，肯定能够把曹操打败的。那时候平原他只是个平原相吧，刘备。孔融就写了封信，让刘备一块去到徐州去救援去。然后使者也是连夜赶到这个平原，见了刘备，把孔融的书信一看，刘备一看，孔北海还想到我刘备啊，我一定从命。但是他想到自己才有多少兵啊，他跟来使说：“你先回去告诉孔融，他先行一步，我到公孙瓒那里去借几千人马啊，随后就到。”使者就跟孔融报信了，刘备就跟关羽、张飞他们3个人带领了3000人马到北平去向公孙瓒借兵。刘备见了公孙瓒了以后，就把借兵救这个陶谦的事情也说了。公孙瓒就说：“曹操又跟你无冤无仇，你何必替人出力呢？”刘备说：“我已经答应别人了啊。”这是公孙瓒。公孙瓒其实也算是一个半个英雄人物吧，已经答应了人家不便失信。实际上，刘备想着的是他边上的这个将军赵云、赵子龙啊。然后公孙瓒后来就答应了，借你2000人马。刘备其实就是想要赵云一起去啊，公孙瓒也答应了。然后刘备和关羽、张飞呢，带领了自己的3000人马前部。赵云呢，率领了2000人马，就随后一起到徐州去了，去救援了。糜竺回到徐州以后呢，就把孔融已经请了刘备他们援兵都会来的陶谦一听，心里头才安定下来。但是呢，孔融和田凯2路人马到了徐州以后，都害怕曹操太厉害了，都不敢往前走。曹操一看来了2路援兵就也不敢去攻城了，就先防守为妙啊。隔了1天，刘备也到了，他看到孔融按兵不动，就说：“这个徐州城恐怕不能长久支持呀，缺粮啊。我叫关羽、赵云率领4000人在你部下相帮，然后他跟张飞杀奔曹营，他就是准备去杀到城里头去到徐州城里头去。”然后孔融就听了他的话了，跟田凯一起坚守阵地，关羽、赵云两边就接应，刘备和张飞带着一队人马就冲杀过去了。杀到曹营，正好碰上曹将于禁张飞跟他就开始对战了，战了10几个回合，刘备也过来了，然后于禁就觉得挡不住了，又回马逃走了。张飞紧紧追赶，一直杀到徐州城下了。陶谦在城上面看到，这个红旗上面绣着“平原刘玄德”几个字，就下令开门了，是救兵来了，刘玄德来了。刘备进城以后呢，陶谦就跟他慰劳他们这些几千那个兵士百姓也看到救兵来了，哎呀，人人都很庆幸都很高兴。陶谦呢就把这个刘备接到这个府衙款待。他看到这个刘备仪表不凡举止言谈都很磊落，而且边上还有张飞、关羽这种人才。这个时候陶谦就想把徐州让给刘备了，这是依让刘备他就拿着大印然后走到刘备面前说你是这个皇叔是汉室宗亲我已经老了，就干脆把徐州奉让给你希望你不要推辞刘备这个开始表演了，你说是表演呢还是真心呢他说：“我是为了大义起兵相助，你说这话是怀疑我吞并土地的野心吗？我如果有此心的话，天地不容再三相让刘备就是不答应，我就是你送我徐州，我还是不答应。他那时候肯定也想到徐州并不是他能长久
落脚的地方，实际上。然后糜竺呢，从旁边建议说：现在兵临城下，我们还是先商议退兵之策，局势平定以后再让不迟啊。这是揖让徐州啊。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啊。我们这次三让徐州还是蛮厚的，我们恐怕要分3次来讲完。谢谢大家。